大家好，我是电脑头啊，今天接着来给大家带来推特上的奇葩管人新闻。这个事儿其实算不上新闻了，因为实际上是去年9月份的事件。但直到最近，因为这张图在 Q 群里流传开了，所以很多人他来找我问。我们今天来聊一下。首先来简单翻译一下这个流传很广的图里的话。2021年9月谋杀 GK 弃尸案的凶手，这个其实我是直接看字直译的啊，大家这个信一半。当然，直接看这也能明白啊，就是这俩 V 呢是杀人犯。这事儿乍一看挺离谱啊，但还真是真事儿。而且这俩 VTuber 呢还是夫妻身份。接下来我们来详解一下这个事件啊，整个事儿不算长，几分钟能搞定。这3位呢，就是包括那个被杀的 GK 啊，都曾经是个人是 VTuber。现在展示的是被害人的推特界面啊，已经锁了。男方也就是图里这位叫七英华月的 V 啊，他大概是2019年就持续的在互联网上接触被害人。根据网上的信息描述呢，这人还线下找到过被害人的住所。其实到这个程度已经可以算是妥妥的骚扰了，而且强度很高。然后现在展示的就是女方的推了，她曾经结过婚，但是据她说她前夫家暴，所以2020年底她就和前夫离婚了。然后在第2年的6月，也就是2021年的6月，她和刚才那位七英华月事实完婚。但好像她刚离婚就和那位同居了，20天之后已经在互联网上虚拟结婚了。而且第2年8月份，也就是她置顶的这一条显示她怀孕了。到了这个时候呢，男方还在持续的骚扰和接触被害人的这个行动啊，让她非常的嫉妒。于是，在2021年的8月28号，夫妻2人把被害人约出来。一开始女方只是要求被害人和男方断绝联络，但后来这俩人把被害人带到他们的住处，还是痛下杀手。据女方说，她当时妒火中烧，已经不能思考，而男方居然也答应了。这个男方的精神状况估计不是很稳定啊，他曾经因为被害人线上疏远他，就尝试在单位自杀。反正多少沾点魔怔了。他们两个的推特更新都停在了8月28号，然后在8月29号，他们将被害人的尸体遗弃在了一间废弃房屋里面，然后驾车逃跑，直到30号被警方抓获。夫妻俩对自己的罪行是供认不讳，于是这件事在此就告一段落了。这个事儿因为发生了有一段时间了，再加上我日语水平比较有限，所以很多说法我不能确定真假。讲故事的时候只能省去一些不能确定的细节啊。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油管或者小蓝鸟上找，是有比较完整的事件回顾的。这事儿我觉得最大的警示意义在于啊，一些新入圈的朋友对于霓虹管人圈为什么对开盒这件事这么重视，感觉有点不能理解。这事儿就是非常明显的例子啊，在日本开盒是真的能明天就到你家门口的。所以对于他们来讲，被特定算得上是重大的安全隐患，大家就能理解为什么日本一些大企业式的高活跃度成员会因为被特定或者是跟踪而毕业。这个算是企业对中之人生命安全负责了，因为霓虹的恶界宅，你永远想不到他们会干出什么事情来。那么这期视频就到这儿了，大家有什么想问的或者感兴趣的管人新闻图片都可以发给我啊，我会在能力范围之内尽可能的解答。那么我是丁老头，等下次攒够一期素材，我们再接着吹牛逼。